车太宇怎么又回来了？还拿着行李，你想搬过来住啊？哎，你想都别想！我和我太太刚刚为了你差点吵起架来。你要是真的住进来，我们肯定家破人亡啊！小俊，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跟琪琪分手了，她不让我继续住在那里。哦，poor thing，你进来再说。来，你干嘛让他进来啊？你真的要他住我们家吗？他是大明星哎，不会住酒店咩？他不是车太宇，他是小俊。他明明是车太宇，你骗谁啊？我跟你说个秘密，但是你要保持冷静。什么秘密这么了不起啊？他是琪琪从电视剧里面拉出来的一个虚构人物。啊！冷静一点。怎么可能？我知道这件事情很荒诞，你很难相信，但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可是，他明明是一个真的人，怎么可能是虚构的？你等一下。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车太宇有没有跟你在一起？他在啊。哎，杰林，佳贤，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哦，我们只是想跟你说晚安。哦，这么无聊。晚安。晚安，拜拜。拜拜。他才是车太宇，他是小俊。所以，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Something like that。什你别担心，你先住我这里。现在晚了，我带你去休息。来，拜拜。谢谢你。送走了一个车太宇，又来了一个什么小俊，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当他明明抱着我，却叫出素颜的名字的时候，我心情有多复杂。他由始至终爱的人是素颜，不是我。在他心里，你只是换了名的素颜，他也没有错啦。我到底要扮素颜扮到什么时候啊？你知道我下班回到家已经很累了，我还要演戏，还要注意我的言行举止。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做回欧阳琪琪啊？看来你和小俊真的很难继续在一起了。继续在一起有意思吗？我多么希望我身边有一个爱我的男人，可是我不想继续欺骗他，还有欺骗自己。他爱的人不是我，好奇怪，明明骗他的人是我，我却感觉到自己受骗了。那小俊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替他计划未来，教他怎么自己生活。他连一个真实身份都没有，要是他一出门，别人一定把他当成是车太宇。这个世界是没有小俊这个人的，一个虚构的人物，怎么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生活？秀晶你好，好久不见，有空聊天吗？忘恩负义，在新加坡吃我的喝我的，现在有事找你，你却不理我。秀晶，是你吗？你没事吧？我还没死。你身为韩国顶级的大编剧，还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见我，我真的很感激你。我没有抽空，我是在赶稿的时候遇到瓶颈。
所以就暂时回应你。我其实想问你关于你的成名作《我的金星男友》的一些问题。请问，为什么你当初会设计小俊这个人物啊？因为我需要他。啊？当年呢，我刚离婚，需要一个好男人来照顾我、陪我，所以我就设计了都小俊这个完美男人。那我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故事到了结尾，小俊没死，他和素颜恋爱了10年后分手，那接下来小俊该怎么生活？不可能的，都小俊这么爱素颜，他们怎么可能会分手呢？我只是说，万一素颜不再爱小俊，那小俊该怎么办？小俊是来自外星的丘比特，他因为不能忍受看到地球人寂寞，更不忍心看到素颜孤单，所以呢，就算素颜不爱他了，他也会想尽办法呢，讨回素颜的欢心的。小俊是丘比特，我看了这么多次，居然不知道。小俊的背景故事呢，原本在天书里我已经写了很详细，但是制作组说他们要很简单的拍摄，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多东西都没有加进去哦。小俊是来自金星，而金星在占星术里呢是掌管爱情的行星，而住在金星里的是一群可爱又善良的外星人。当他们知道地球人渐渐因为孤单而变得忧郁时，身为好邻居的他们就派了外星人小俊前往地球拯救人类。就这样，小俊扮演丘比特，帮人类寻找爱情，终结孤单。他使用超能力来制造浪漫，创造爱情。让一切孤孤单单变成了双双对对。后来，他意外的撮合素颜和无恶不作的七龙帮老大。当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他也同时爱上了素颜。结果2个人就成为了七龙帮追杀的对象。从此之后，小俊的使命也改变了，从替人类寻找幸福，变成要24小时保护着他心爱的女人。之前的使命那么伟大，后来却……为什么故事好像走偏了？什么走偏啊？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爱情故事哎！是，这段爱情的确伟大，可是结局为什么小俊要死啊？电视剧嘛，为什么没有 happy ending？ 你懂个屁啊！主角死了才有遗憾，才够震撼，这部电视剧才可以成为经典啊！对不起，那如果小俊要追回10年后不再爱他的素颜，他该怎么做啊？哎，你为什么一直问这个问题啊？我……哎，算了，我把天书拿给你啊，你自己慢慢看。天书？天书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当会长啊？我知道，天书就好像每一部电视剧的说明书，有故事大纲、人物性格，还有每一集的故事概要。没礼貌。这次化妆品最大卖点是里头含有较高的润肤成分，价格会偏高，所以我觉得宣传的色调要鲜艳活泼，才可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喜欢鲜艳的颜色，淡一点或暗一点的颜色反而更吸引我们。我也这么认为。主题颜色我们可以再商量，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宣传，我们需要一个中心思想。什么是中心思想？这是宣传的主题，我们要透过这些产品来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So complicated。这不是 complicated， 而是有内容。我们除了要有包装，也要有内容，这样子宣传才会比较完整。内容方面，我对你们绝对有信心。
至于包装，你有什么想法？我在想，我们可以请Sandy来代言。Sandy Au，她形象良好，唱歌还有演技都有一定的水准。找女明星代言，我觉得很 boring 哎。对咯，万一顾客不喜欢 Sandy Au，那怎么办？我担心我们的预算有限，请不起她。对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花钱请明星，这样太容易了。I agree，我们应该想出一些好玩的 idea， 那些人家想不到的，这样才会 stand out。可是你们下个月要 launch 了。对，这次时间很赶，希望你们可以快一点想一些新的 idea， 然后再分享给我们。我们会尽量想，下个星期找你们谈吧。下个星期太久了，后天行吗？不好意思啊，辛苦你了。看来这2天你们要熬夜加班了。没关系，我常常熬夜加班，习惯了。那你还多用我们这次的 product， 它的保湿成分很高，非常适合你们这些经常熬夜的中年女人用。我试过了，非常好。OK， 开会时间我们再定。好，好，我们还有一个会要开，我们先走了。好啊。我送你们出去。keep 得很不错。我上次提议用一个 reborn 的 concept， 把 The Great Gin 和车太宇结合起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这个 idea 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我需要你给我一些更详细的计划。哦，没问题，我已经想到第一波的宣传，主题就叫任何地方、任何环境。我拍一些 samples 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要让顾客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可以喝 gin， 就算是大明星车太宇，他也可以放下身段，悠然自得地喝 gin。虽然你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可以品尝它，但它绝对不一般。它的原始特色配合创新的滋味，让你时刻享有丰富的口感。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你都希望有它在身边，因为它就像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伴侣一样。时刻舒缓你的压力，增添你的生活情趣，让你每一天都享有美丽的心情。我们拍照吧。好。Best things happen without a warning. A ray of light, and I'll never take a moment for granted. It's all here for us, all here today. I'm gonna dive in, I'm not gonna hold back. I'm gonna love you and I need you to know that it's all that I wanted to feel so high. Stay by your side as long as the stars above. There's always love. And there's always love. There's always love. I'll remember those nights last summer. All my life, dancing like we'd never see another moment in time. There's so much still to discover here for us in our own way.
stars above. There's always love. There's always love. I'll remember those nights last summer. All my life, dancing like we'd never see another moment in time. There's so much still to discover here for us in our own way. I'm gonna dive in, I'm not gonna hold back. I'm gonna love you and I need you to know that it's all that I wanted to feel. So high, stay by your side. 喂，现在不能等到明天开会的时候才给他们看吗？不过我需要时间整理哎。OK， 给我半个钟头，拜拜。天哪！为你煮的薏米水，记得喝。琪琪，1 for 1的便当。你为什么叫小俊去我家做那些有的没的？什么有的没的，人家花心思给你制造惊喜，你却一点都不感动。你就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吗？你叫他做那些事情，我压力很大哎。这样也会有压力？你以前不是下班回家看我的金星男友来解压的吗？为什么现在看到他会有压力？我以前看的是一部剧，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在乎他的感受，体谅他的心情。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工作这么烦这么累，你就干脆不要做啊！我不工作谁养我啊？都小俊吗？要是有一天他发现我不是全素颜，他肯定会离开我的。到时我怎么办啊？我才不像你有个老公养，什么都不用做。谁说我什么都不用做？我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还要计划未来。我老公只需要工作，我需要看住整个家，压力也是很大的，好不好？你压力大？拜托，是你老公的压力大。他跟我一样，要供房子、供车子。你永远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在外面工作面对的压力 ，OK？ 欧阳琪琪，我知道你高高在上，你是女强人，很会赚钱，专门看不起我们这种家庭主妇。我没有看不起你，我是要告诉你，女人不可以永远靠男人的，我们要学会独立。是我不会独立，我不会工作，我也不会赚钱。要是没有我老公，我什么都不是。我知道你很强，你很厉害，既然我这么没有用，我不配当你的朋友。我饿了，可以吃饭了吗？我没有煮饭。啊？我除了会煮饭，还会什么？你没事吧？你老实告诉我，和我结婚之后，你快乐吗？你干嘛这样问我？发生什么事？你每天工作压力会大吗？你老板对你好吗？哦，别提了，他今天真的很过分，心情不好，竟然当着我属下面前把他气出在我身上。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在他面前啊，大声的跟他说，老子不干了。如果没有这个家，
你就不用受他的气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我是带给你压力的人。你说什么啊？我是你的负担，你的累赘。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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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婆，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老婆，你已经待在里面2个小时了，我很担心你哦。请你开门让我进来好吗 ？Please。我炖了燕窝给你。其实工作时不开心是很正常的。如果工作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开心的不得了，那肯定没人要下班，没人要回家。到时候每个人都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那我就不一样了，不管工作开不开心，下班后我都想回家。因为回到家，就可以见到2个让我非常开心的人。那2个人就是 Jonathan， 还有你。你们是我工作的动力，也是我幸福的来源。这么老套的话，你从哪里抄回来的？发自内心的。你干嘛？我要证明给你看，你不是我的负担。很轻啊，我负担得起，可以负担一辈子。放我下来了。我肚子饿了。来吃燕窝，你喂我。嗨。愛してる。愛してる。没想到任何地方、任何环境的宣传这么成功，看来你还是很受欢迎，人气还是很高的。没想到一个中年大叔喝酒耍帅，然后晃来晃去，是这么受欢迎的。你看，这就是你晃来晃去的后果。这是视频会议的背景画面，以后人家可以一边开会一边看你喝酒。这不错哎，这 idea 是谁想的？当然是个高手想的。高手，您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分享给我听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当然。任何地方、任何环境走的是颜值路线，接下来我们要走心了。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任何心情。你可以透过视频或文字分享你人生现阶段的心情，不要表面，要有深度。现在是我人生的低潮期，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很深很深的谷底，够有深度了吧？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怎么样？还可以，更好一点。好，我再想想看。对了，你每次只谈你的事业，不介意的话，可以谈一谈你的感情吗？其实你早就想问了，对不对？嗯，终于等到对的时机了。我的最后一段恋情，谈了2年，3年前就结束了。竟然没被爆出来，你挺厉害的。那个人每天都在我身边，他是我的助理。日久生情，默默关心，互相扶持。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觉得自己配不上我。结果有一天，他突然离开了我。他就像这瓶 gin， 身边都是名贵的 brandy、whisky 还有红酒。其实，在你心里，他才是最特别的。如果我是你，我当时就会跟他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你始终是我的最爱。你觉得这句谢谢你，我爱你。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一点，直接一点。我同意。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买了水果，我去切。好，你去。小女孩在树林里走着，四周的植物都死气沉沉的。她拿出一支口红，把树林当成一幅画，开始涂鸦。涂着，树林变成五彩缤纷了。等一下，你们可以关掉 backdrop 吗？很 distracting。可以。他讨厌那个 backdrop， 因为是山的杰作。Yumi， 继续吧。琪琪姐，你 OK 吗？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啊 ？deadline 要到了，继续吧。他拿出粉底，涂抹在干枯的土地上。最后，他就我不行了，散会。喂，琪琪呀。哎呀，我现在忙，我在唱歌，等一下打给你啊，拜。妈。 Hello， 我赶着吃饭呢，等一下。开会了，我没有时间说话。什么事你message我 OK？ 拜拜。喂，对不起，那天是我不对。我真的很痛啊！我不行啊！
难道这就是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感觉？为什么我的人生好像充满遗憾？我都还没跟你们道别。妈，杰岭，小军。琪琪，我来救你了。可是我不是素颜。不管你是琪琪还是素颜，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穿越星际，不愿见你，只为了你，不顾一切，无所畏惧，风吹起。那是我为你静静的享受，站在风中，悄悄地对你说，不顾西坡。没事吧？你还好吧？你来啊，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一下。那天的事，那天的事，你真的让我很生气，你知道吗？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想到，我最无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但是第一个救你的人是小俊。偏偏救你的人是你最不喜欢的人，而害你的却是你最喜欢的工作。盲肠炎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医生说你会得盲肠炎是因为你生活不规律、过度疲劳。你就是这样，做每一件事情都全情投入，一定要做得最好。以前读书是这样，现在也是。没办法，做事就是这样。你这么在乎工作，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失去这份工作，你会怎么办？我不会失去这份工作的。工作狂，受不了你。那，你给我听好，要是还把我当朋友的话，从现在开始，工作第二，健康第一。听你的，工作第二，健康第一。如果可以的话，工作第三，健康第一。爱情第二，工作第三，健康第二，友情第一。
好久不见。这些年辛苦你了。没办法，你太优秀了，我只能加倍努力，才能维持你的水准。我都快忘了你的样子。我以前只知道每天努力工作，除了工作，也没有去想我还能去做什么。结果，青春就这样过去了。我青春的记忆，除了工作，什么也没有。那时候的我，每天都在跑100米，只顾着向前冲，只想着要赢。如果可以再年轻一次，我一定不会这样。我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多看看身边的事，还有身边的人。现在开始放慢脚步，也不迟啊。你已经丢失了青春，不要再丢失灵魂。So breathe again， 哪怕微笑中带着一丝伤痛。Cause everybody I miss you. hurts, but that is how we learn。浮沉之后才懂得。So breathe again， 唤醒宇宙的颜色，随着呼吸绽放着。It's gonna be okay, and in case I didn't say， 你有多完美？有想到新的 idea 了吗？还没。我只是觉得任何心情这个宣传，好像差一点点什么。差一点点是对的。我的人生永远都只差一点点。你不觉得吗？10年前拍完我的金星男友，我以为我的事业从此一飞冲天。可是老天偏偏有另外一个安排。我以为以后接到的角色一定会越来越有挑战，演技也会跟着越来越有突破。可是都没有。原来一个人成功了，未必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有时候反而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我一直很努力前进。当我发现，我越是努力前进，我就越是后退。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演技，变得很容易紧张，不知道下一个镜头要怎么演。感觉我再怎么演都不对。为什么10年前
我就算再累，只要我回到片场，就变得很兴奋。可是现在的我，一到片场，就希望导演赶快拍完，让我早一点回家休息。我的热忱好像都不见了。其实从你的语气，我听得出你还是很在乎你的演艺事业的。你知道吗？你刚刚说的这些话，就是任何心情唯一缺乏的内容。这些话我听了很有感触，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也一样会被感动的。我不会随便跟别人说这些的。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请你继续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找回以前的车太宇。琪琪早，早，进来开会吧。一个17岁，一个45岁，要从最好的 modeling agency 挑选。我们要有深度，一定要打动顾客。崎岖的人生，完美的旅程，怎么样？要拍出光和暗的反差，还有黑白与色彩的对比，给最好的价钱，请最好的摄影师。好，找回生活的热情，重燃生命的火花。Yes， 可以哦。这一次一定要一击即中。散会。哎，琪琪，出院啦？你没事了吧？休息过了 ，ready to go。想到 concept 了吗？想到，而且非常满意。你呢？我们刚刚想到第2波宣传的 tagline， 挺有意思的。很好啊，加油！加油！不管历经多少曲折，伤口总会愈合。重复练习着，每一天都值得，未来一定更好的。So breathe again， 哪怕微笑中带着一丝伤痛。Cause everybody hurts, but that is how we learn. 浮沉之后才懂得。So breathe again， 唤醒宇宙的颜色，随着呼吸绽放着。It's gonna be okay.